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Ray Dalio 的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Ray Dalio 是全球知名宏观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在过去的40多年里，桥水基金一度管理着超过1600亿美元的资产，成功穿越了多次宏观经济的动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当绝大多数金融机构还在盲目乐观时，桥水基金内部的计算机模型就已经亮起了红灯，帮助他们不仅成功躲过了风暴，甚至在危机中实现了正收益。这种穿越周期的能力源于对历史经济数据和宏观周期的深度量化研究。《债务危机》这本书正是基于这些长达几十年、涵盖全球48次重大历史危机的研究数据提炼而成。它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这套框架建立在对信贷与债务本质的精确剖析之上，清晰地勾勒出了经济危机从潜伏爆发到最终化解的标准化演变路径。通过理解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把看似无序的经济震荡看作是一系列有规律可循的因果连锁反应。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驱动经济繁荣与崩溃的关键齿轮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在探寻宏观经济周期起伏的深层规律时，需要先厘清一个基础的经济学事实。大众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没有负债的经济环境才是最健康的，债务是一个纯粹的负面因素。但实际上，信贷 credit 与债务 debt 本身是中性的，它们是一枚双刃剑，构成了驱动现代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信贷的核心功能是赋予借款人现实的购买力，而这种购买力一旦在市场上释放，就会转化为其他人的真实收入。在这个交易发生的瞬间，信贷也就转变成了债务。判断一项债务究竟是良性的经济引擎还是恶性的风险累积，关键点并不在于债务规模的绝对数值，而在于这些借来的资金被配置到了什么领域，以及它们能否在未来产生足以覆盖本金和利息的现金流。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借贷场景。如果你通过信贷借入一笔资金，用来购买一台巨大的高清电视，用于纯粹的日常娱乐，这笔债务并不会为你创造任何新增的收入。随着时间推移，你不仅需要从固定的工资中挤出现金来偿还本金，还要承担额外的利息成本。这本质上是在透支你未来的消费能力，让未来的你变得更穷。这就是典型的消费性负债。相反，如果你把这笔借来的钱用于购买一台先进的农业拖拉机，这台拖拉机大幅提升了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效率，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成倍增长。依靠这些额外增加的产出和收入，你不仅能够轻松地分期偿还拖拉机的贷款本息，还能积累下剩余的利润来扩大生产规模。在这种场景下，信贷和债务就变成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升社会总财富的良性工具。这也是信贷在经济体中应有的正面形态。从更宏大的时间维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体量的增长，其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教育普及和效率革新创造了真实的财富。但是，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非常缓慢且线性的过程，在发达经济体中，它的年均增长率通常只维持在 2% 到 3% 左右。这种缓慢的线性增长并不会引发宏观经济的剧烈震荡和周期性的繁荣与衰退。真正在短期和中期内主导经济大幅波动的是债务周期。当金融体系的信贷环境宽松，资金获取成本低廉时，企业扩大产能和个人超前消费都会变得容易。信贷的扩张在短时间内人为地放大了全社会的总需求，促成了经济的繁荣。但借来的资金终究需要连本带利的归还，当还款的高峰期到来，社会整体的支出能力就会随之收缩，经济便步入下行区间。
一个完整的长期债务周期 （long-term debt cycle） 通常会跨越50年到75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周期里，债务的积累和去杠杆化的交替，犹如潮汐一般，主导着整个宏观经济的起伏。既然信贷扩张有其必然的收缩期，为什么理性的金融市场依然会周期性地陷入失去理智的疯狂状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观察人类心理学与金融机制之间相互叠加的反身性效应 （reflexivity theory）。在一个长期债务周期的早期阶段，宏观经济中的信贷处于相对健康的区间。此时，债务规模虽然在强劲增长，但由于这些资金大多被有效投入到了实体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社会整体收入的增长速度依然快于债务的累积速度。在这个阶段，社会各界的资产负债表十分稳健，借款人具备充足的偿债能力。然而，正是这种坚实的繁荣景象，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随着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直线外推的认知本能，总是习惯于将最近发生的事情直接推演到未来。当企业和投资者看到过去连续几年的经济都在高歌猛进，资产价格持续攀升时，他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种上涨趋势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常态。盲目的乐观情绪开始在全社会蔓延，促使人们更大胆地进行高杠杆的投资与负债消费。与此同时，金融体系的供给端也在推波助澜。在长期的繁荣期内，市场违约率极低，放贷业务显得异常安全且利润丰厚。在市场份额争夺和高收益回报的趋势下，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会逐渐丧失警惕，开始不断放宽贷款的审批标准，提供更低的利率首付，甚至创造出复杂的衍生品工具来发放刺激贷款。信贷的闸门一旦完全敞开，海量的廉价资金便涌入市场，不可避免地推高了股票、房地产等核心资产的价格。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向上螺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泡沫阶段。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为全社会带来了显著的财富效应。由于手中的房产或股票等抵押品价格水涨船高，借款人可以利用这些升值的抵押品向银行借出更多的资金，而这些新借来的钱又被再次投入市场，继续推高资产价格。此时，宏观经济中的债务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明显超过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但由于资产价格的狂飙突进，每个人的账面净资产都在膨胀，借款人看起来依然信用良好，几乎没有人察觉到风险的逼近。回顾2004年到2007年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就是这一机制的生动写照。当时，大量的资金涌入楼市，金融机构向根本没有固定收入和还款能力的人群发放购房贷款。人们借钱买房不再是为了居住，而是笃定房价会继续上涨，纯粹为了获取资本利得。当新增的信贷不再用于提升真实的生产率，而是完全用于投机性炒作时，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就已经达到了极限。向上攀升的螺旋越是疯狂，未来积聚的崩塌势能就越发庞大。当债务周期的运转突破了经济基本面所能承受的极限，泡沫的破裂就成了必然的结局。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中会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破坏形态：通缩型萧条 （deflationary depressions） 和通胀型萧条 （inflationary depressions）。决定一场危机究竟是走向通缩型萧条，还是走向通胀型萧条，最核心的判别标准在于该国债务系统底层的货币结构。具体来说，就是这些巨额债务究竟是以本国货币计价，还是以外国货币计价。通缩型萧条通常发生在那些绝大多数债务都以本国货币计价的经济体中。在这种情境下，危机的爆发表现为一场惨烈的流动性枯竭。
当资产价格开始下跌，高杠杆的借款人无力偿还本息而发生违约时，金融机构出于自保会立刻收缩信贷，市场上流通的资金总量骤然减少，企业为了获取现金维持生存，不得不降价抛售商品和资产，这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暴跌，抵押品价值缩水，进而引发更多的违约，形成债务紧缩的恶性循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标准的通缩型危机样本。但在这种危机中，由于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该国的中央银行依然拥有最终的施救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将利率降至零，或者通过印发本国货币在公开市场购买资产，强行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从而对冲通货紧缩的压力。而通胀型萧条则遵循着另一套逻辑，它通常爆发在那些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存在巨额贸易赤字且大量债务属于外币计价债务的国家。当周期逆转，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经济丧失信心时，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的疯狂撤离直接导致该国本币汇率呈现自由落体式的暴跌。本币汇率的崩溃不仅让进口商品的价格飙升，引发国内严重的输入性通胀，更为致命的是，那些以外币计价的存量债务在换算成本国货币后，会瞬间膨胀到一个根本无法偿还的天文数字。此时，中央银行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如果为了保住汇率、遏制资本外逃而大幅加息，高昂的资金成本会直接绞杀国内本就脆弱的实体经济，导致大面积破产。如果为了拯救国内金融系统而选择印发本国货币，这又会进一步加剧本国货币的贬值速度，让通货膨胀一路走向失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到1924年间，德国魏玛共和国就遭遇了典型的通胀型萧条。由于背负了巨额的以外币和黄金计价的战争赔款，德国政府选择大量印制马克来购买外汇还债，最终导致马克币值完全崩溃。1923年的恶性通胀让$1能够兑换数万亿马克，国民财富被快速吞噬。弄清这两种危机的底层分化逻辑，是预判宏观经济走向不可逾越的前提。在明确了通缩与通胀两种危机形态的分野之后，我们就可以以上帝视角来审视一场典型债务危机从潜伏到爆发的完整生命周期。周期的演进总是从健康的扩张期悄然滑向失去控制的泡沫阶段。在泡沫阶段，宏观经济呈现出一种烈火烹油般的繁荣幻想。最显著的特征是，全社会债务规模的增长速度开始持续且大幅地超过国民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常理判断，借款速度远超赚钱速度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但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不仅没有人踩刹车，反而所有参与者都在加速狂奔？答案在于资产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强大障眼法。在海量信贷资金的持续灌溉下，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各类金融资产的价格不断刷新历史新高。这种价格的暴涨为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种强烈的财富效应。对于借款人而言，虽然他们背负的债务总额在不断攀升，但由于他们名下持有的房产或股票账面价值涨得更快，他们的个人净资产看起来是在大幅增加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高度危险的金融错觉，个人的信用资质看起来变得更好了。由于抵押品的估值越来越高，金融机构认为放贷风险极低，于是更加慷慨地提供资金。在这个阶段，市场上涌现出大量的新型金融工具和放贷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他们不受传统银行监管的严格约束，以极高的杠杆率在市场中兴风作浪。借款人不仅用新借来的钱去投资更多的资产，甚至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来支付上一笔贷款的利息，用债务来维持超出自身收入水平的高昂消费。
这种建立在沙水之上的繁荣，其脆弱性在于它完全依赖于资产价格能够永远上涨的假设。2006年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当时的购房者即使没有首付，没有稳定的收入证明，依然可以轻松获得几百万美元的房贷。他们买房的唯一逻辑就是房价明天会更高，到时候只要把房子重新抵押或者转手卖掉，就能轻松偿还一切债务并大赚一笔。当经济体中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越来越少，而用于这种投机性资产炒作的债务越来越庞大时，债务与收入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所有的繁荣都只是依靠不断膨胀的信贷总量在苦苦支撑，只需一个微小的外力改变，这个庞然大物就会瞬间崩塌。不断膨胀的债务泡沫不可能违背经济规律无限生长，它总会迎来跨越顶部的临界点。这个顶部的到来通常并不是因为市场内部参与者突然找回了理智，而是由外部宏观政策的强制转向所触发的。当经济在泡沫阶段全速运转时，大量的信贷投放和超前消费必然会拉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导致宏观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或者是中央银行已经察觉到了资产泡沫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过热而走向失控，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采取行动。此时，中央银行会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高基准利率，并收缩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资金获取成本的上升成为了刺破泡沫的那根最致命的针。利率的提高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首先，借款人偿还现有存量债务的利息负担开始加重，这直接从实体经济中抽走了可用于消费和投资的现金流。其次，较高的无风险利率使得股票、房地产等风险资产的投资吸引力下降，资金开始从这些市场中撤出。更重要的数据指标变化在于收益率曲线的形态。在正常情况下，长期借款的利率应该高于短期借款，但在顶部阶段，由于央行大幅提高短期利率来踩刹车，短期资金成本常常会超过长期收益率，形成收益率曲线倒挂。这意味着金融机构通过短期借款来支持长期放贷的传统套利模式不再有利可图，银行开始大面积缩减放贷规模。当新增信贷的流入速度赶不上旧有债务的本息偿还速度时，维系泡沫的资金链条就断裂了。资产价格开始掉头向下，曾经在泡沫期推动经济向上繁荣的财富效应，瞬间转变为残酷的负反馈机制。随着资产价格下跌，借款人手中的抵押品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为了控制风险，不仅不再发放新贷款，反而会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或追加抵押物。借款人为了筹集现金，被迫在市场上抛售资产，这种踩踏式的抛售进一步砸盘，导致价格跌入更深的谷底。在这个阶段，市场的情绪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180度的逆转，从毫无保留的贪婪骤然转变为深不见底的恐惧。1929年9月的美国股市大崩盘，正是货币紧缩政策下资产价格触及顶部并发生雪崩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一旦越过顶部，经济机器的运转齿轮就会完全倒转，不可阻挡地坠入周期中最痛苦的阶段——萧条阶段。在这个阶段，债务危机的破坏力全面爆发。由于资产价格暴跌和收入锐减，全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债务违约。企业因为无法获得维持日常运营的过桥资金，不得不大规模裁员，甚至宣告破产。失业率的飙升进一步削弱了国民的消费能力，导致企业盈利持续恶化。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了一个不断收缩的流动性黑洞。在普通的经济衰退中，中央银行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常规武器——降低基准利率。通过降息，
可以有效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减轻借款人的还款压力，并刺激新的信贷需求，从而让经济重新恢复活力。然而，萧条阶段之所以被称为深渊，正是因为这种传统的货币政策在这里失去了作用。当危机演变到萧条阶段的深处时，中央银行通常已经将基准利率一路下调，直到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在名义利率触及零下限之后，传统降息的政策空间被完全耗尽。此时，即使资金成本再低，金融机构也因为极度恐惧市场风险，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而拒绝向外发放任何贷款。同时，由于对未来收入预期极度悲观，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也失去了借贷扩张的意愿。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不仅如此，随着违约浪潮的蔓延，那些被认为绝对安全的金融资产也开始遭到抛售。因为在恐慌之中，所有人都只想持有最安全的现金。当储户开始担忧银行的偿付能力时，会引发毁灭性的银行挤兑。由于现代商业银行采用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度，任何一家银行都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同时应对所有储户的提款需求。如果中央银行不及时进行干预，即使是原本健康的金融机构，也会因为挤兑引发的短期流动性枯竭而倒闭。2008年9月，拥有上百年历史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瞬间将全球金融体系拖入了萧条阶段的冰点。雷曼兄弟的倒闭打破了金融体系内部的信任基础，导致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完全冻结，全球贸易融资几乎停滞。在这个阶段，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修复机制已经无法阻止失血，必须依赖政策制定者采取更大规模、非传统的干预手段，才有可能将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回。当宏观经济深陷萧条的泥沼，如何清理堆积如山的债务并重启经济增长，成为了考验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施政智慧的核心难题。通过对历史上数十次去杠杆进程的研究，可以归纳出决策者在应对危机时手中可供调配的4个基本政策杠杆。第一个杠杆是财政紧缩，这通常是危机爆发初期最本能的反应。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在努力削减开支，试图通过省吃俭用来节约资金偿还债务。然而，在宏观经济系统中，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当全社会都在削减消费时，国民总收入的下降速度往往会超过债务的偿还速度，导致债务占收入的比例不降反升，带来代价高昂的通货紧缩效应。第二个杠杆是债务违约与重组。当借款人确实无力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必须承担损失。这通常表现为债务本金的减记、还款期限的延长或者贷款利率的降低。虽然这能直接消灭一部分债务，但这同样是一个剧烈的通缩过程。因为对债权人来说，债务人的违约直接消灭了他们的账面财富，这会导致金融机构资产端严重缩水，进一步加剧信贷的冻结。第三个杠杆是财富转移，即通过政府干预，将财富从拥有大量资产的富人阶层，通常也是债权人，转移到承担沉重债务的平民阶层手中。这往往通过提高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方式来实现，再通过社会福利网络分配给底层。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和底层的生存压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且转移的规模通常不足以填补宏观债务的巨大窟窿。第四个杠杆则是债务货币化与印钞，这是中央银行独有的强力工具。当利率降至零时，央行可以通过凭空创造出货币，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或不良金融资产。这种被称为量化宽松的操作，
直接向干涸的金融系统注入了巨额流动性，推高了资产价格，修复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与前3种工具带来通缩和痛苦不同，印钞是一种刺激性很强的通胀性手段。这4把不同的手术刀，有的放血，有的输血。处理债务危机的核心难点就在于没有任何单一的工具可以完美解决问题。过度依赖紧缩会导致经济长期衰退，而过度依赖印钞则会引发恶性通胀。只有将它们进行精准的配比组合，才有可能找到一条走出深渊的平稳路径。在漫长的经济周期史上，大多数债务危机的收场都伴随着长期的经济停滞或惨烈的通货膨胀。但在极少数成功的案例中，决策者展现出了高超的调控艺术，实现了一种最为理想的危机化解状态。这个状态被精准地定义为和谐的去杠杆化 The Beautiful Deleveraging。 所谓和谐的去杠杆化，并不是指债务被凭空变没或者危机不会带来任何阵痛，而是指政府和央行通过精密的政策组合，将通胀性力量和通缩性力量做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之下，宏观经济既没有陷入长期物价下跌、失业高企的萧条，也没有引发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的恶性通胀，而是让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一种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中被逐渐稀释。实现这种和谐状态的核心公式只有一个：决策者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干预，确保名义经济增长率高于名义利率。如果债务的利息成本、名义利率高于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名义增长率，那么即使借款人不再增加任何新的借贷，原有的债务雪球也会因为利息的复利效应而越滚越大，债务负担永远无法减轻。因此，中央银行必须果断出手，通过大规模印钞和购买资产，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强行压低长短期利率，推高资产价格。这种印钞带来的通胀性刺激，不仅修复了人们的账面财富，还直接拉动了名义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为了对冲印钞可能带来的恶性通胀风险，政府又必须在实体经济层面配合适度的债务重组和财政紧缩，让那些真正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破产清算，出清系统内的不良债务，完成痛苦的去杠杆动作。美国在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时的后续操作就基本符合这一特征。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将基准利率降至0后，果断启动了多轮量化宽松，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硬生生压低了长期融资成本。配合政府对关键金融机构的救助和严格的压力测试，美国的资产价格在几年内止跌回升，名义经济增长率逐步恢复并超过了被压至极低水平的利率。最终，在维持了温和通胀的前提下，美国平稳地化解了私人部门庞大的债务杠杆，避免了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长达10年的大萧条重演。这就是通过掌握平衡艺术，平稳穿越周期深渊的最佳范本。然而，即使是和谐的去杠杆化，也并非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每一次利用印钞和量化宽松来拯救危机，实际上都在透支未来长期的政策空间。当一个经济体在长达几十年的长期债务周期中反复使用这种刺激手段时，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宏观调控的物理极限，被形象地比喻为推绳子 pushing on the string。 在经济学常识中，拉动绳子就好比央行加息收紧货币政策，只要用力一拉，信贷规模和经济过热必然会被强制勒停，这种操作总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当经济陷入低迷，央行试图通过降息和印钞来刺激经济时，就好比在试图去推动一根软绵绵的绳子。当经济体运行到长期债务周期的末期，政府和央行会惊恐地发现，所有的政策杠杆都在渐渐失效。此时，
名义利率已经长期停留在零甚至负值的区间，无法再降。同时，中央银行通过量化宽松印发的海量货币，仅仅是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因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家庭已经被沉重的长期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信贷资金再便宜，他们也没有任何意愿去增加借贷、扩大生产或消费。资金不愿意流向能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地方，反而不断推高极少数核心资产的价格，加剧了贫富分化。在这个阶段，印钞产生的刺激效用呈现出严重的边际递减。决策者试图推出去的货币流动性，因为缺乏实体经济的需求承接，最终软弱无力地堆积在绳子的这一端，根本无法带动绳子另一端的实体经济齿轮重新转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的日本，就长期受困于这种推绳子的无力感中。日本央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着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巨量的国债和股票 ETF。 然而，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依然像一潭死水，企业和居民陷入了长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只顾着还债而拒绝借贷。当货币政策失去了牵引宏观经济前行的力量时，标志着这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长期债务周期走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尽头。如何在这个终局中寻找新的经济动力，或者承受剧烈的系统性重置，是摆在所有现代经济体面前最为严峻的历史考卷。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是一本透过历史的迷雾，揭示宏观经济底层运转规律的指南。无论是信贷扩张驱动的虚假繁荣，还是泡沫破裂后流动性枯竭的深渊，亦或是决策者在通胀与通缩之间寻找和谐的去杠杆化的艰难平衡，每一次经济的巨大波动都不是孤立的随机事件，而是一系列有清晰因果关系的机械传导过程。通过建立起这套关于典型债务周期的常识框架，我们便能看透资产价格暴涨与暴跌背后的真实动力。这种认知不仅能帮助我们在狂热的泡沫期保持冷静的克制，不被短期的财富幻觉所裹挟，更能让我们在凛冬的萧条期提前看懂政策救市的逻辑与底牌，从而在剧烈震荡的时代中为自身的资产寻找到真正的安全边际。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您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